当地时间13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在以色列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以帮助加强以色列的防空能力。外界注意到，这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首次向以色列部署军队，有何意图？近期以军屡次袭击联黎部队，13号凌晨，以军更是派出坦克冲闯联黎部队营地，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防长奥斯汀已批准向以色列部署一套萨德反导系统，并派遣100名相关美国军事人员操作该系统。一名美国军方高级官员透露，萨德系统和部队至少需要1周时间才会抵达以色列。美国又实际上又做个姿态，说美国一定是要保卫以色列的安全，现在把一套萨德系统部署过去。 这就是来证明呢，美国要采取措施保卫以色列这个安全，而且这个萨德这一套萨德过去啊，它是由美军来操作。美军操作什么意思呢？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这一套哪够啊？那我还得给你部署第2套、第3套，这个时间不就往后拖过去了吗？拖过去了以后，事实上呢？ 等于把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推迟。目前尚不清楚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地点。观察认为，最有可能部署的地点在以色列南部的内瓦蒂姆空军基地或拉蒙空军基地。部署于前者，侧重保护以军 F-35战机编队和迪莫纳核技术研究院；于后者，则侧重保护以色列能源设施和大城市。由于远离人群，能够避免更大人员伤亡。 深圳卫视注意到，这2处空军基地分别是伊朗今年4月和10月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的目标之一。消息一出，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已做好2手准备。ما کاملا برای یک وضعیت جنگی آمادگی داریم از جنگ نمی‌ترسیم ولی خواهان جنگ نیستیم. ما خواهان صلح هستیم و برای صلح عادلانه در غزه و لبنان تلاش خواهیم کرد. 为应对以色列可能的报复行动，伊朗正在中东开展紧急外交。阿拉格齐持续对沙特等海湾国家进行访问，这些海湾国家目前已拒绝向以色列开放领空，对伊朗发动任何打击，希望阻止以色列攻击伊朗核设施及石油设施。阿拉格齐13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称，美国一直在向以色列运送数量空前的武器，如今还向以色列派遣士兵操作美制导弹系统，是将美军士兵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自去年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首次向以色列部署军队，但并不是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萨德系统。2019年，美国也曾向以色列提供一套萨德，不过美军当时称其用于训练和综合防空演习。考虑到以色列自身较强的军事能力，美国在军事演习外向以色列直接部署武器非常罕见。有舆论称，可能是伊朗1号的大规模导弹袭击后，以色列的导弹防御系统箭式及大卫投石所拦截导弹库存告急，且被认为存在漏洞。据以色列税务局13号公布的初步评估，1号伊朗导弹袭击造成了约1.5亿至2亿谢克尔，约合4000万至5300万美元的损失，表明以色列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伊朗击溃。但萨德系统的到来能够多大程度助力以色列建立起防护网，仍是个问题。观察认为，萨德系统缺乏实战经验，且伊朗的远程武器库里有很多能够突破萨德的导弹，因此此次部署效果有限。对以色列呢有帮助，但是这个帮助非常有限。我说了，这个一套萨德系统是48枚拦截弹，48枚拦截弹对于这个以色列国土防空来讲是远远不够的。深圳卫视注意到，伊朗在1号对以色列发射200枚导弹的大规模袭击中，首次使用了该国自制的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实际上，目前伊朗至少拥有7款可以打到以色列的弹道导弹，其最大射程从1400公里到2500公里不等，包括尼什、海巴尔、伊马德和流星3等。分析认为，这些中程弹道导弹对以色列本土的威胁更大。伊朗到以色列之间隔着伊拉克、叙利亚、约旦等国，最近的距离也有将近1000公里。
与此同时，伊朗政府称，这些导弹都增强了快速反应能力和突防能力，能够有效突破包括萨德和铁穹在内的一系列导弹防御系统。除此之外，伊朗弹道导弹的大规模饱和攻击似乎也让萨德系统难以招架，因而有分析认为，萨德系统想要成功拦截伊朗的饱和攻击，还需要再增加部署数量，而以美国现有能力很难做到。10月1日，伊朗对这个以色列本土这个200枚导弹这个打击的话，它是大部分以色列、美国没拦住，所以呢，它现在呢，萨德系统部署一套48枚拦截弹完全是不够的，它这个现在呢，需要美国再部署第3套、第4套若干套萨德系统，才能帮助以色列把它给防起来。联离部队还在当天监测到3个排的以军部队越过蓝线，营地附近发生炮弹爆炸，致15名维和人员出现健康问题。此前，以色列对联离部队的袭击就被证实造成多名维和部队人员受伤。The conflict right now between Hezbollah and Israel is not only a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is really turning very soon into a regional conflict with catastrophic impact for everyone. So the responsibility is with everyone, definitely with the parties, but also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目前，中方赴离维和官兵共410名，组成一支多功能工兵分队、一支建筑工兵分队和一支医疗分队，主要负责扫雷排爆、工程建设维护、医疗救治等任务。在距离蓝线仅6公里的中国维和营区的地下防空掩体，中国第22批赴离维和建筑工兵分队政工组组长何雷通过视频向大家报平安，称所有人员已经在掩体连续度过了10多天，全部在岗，状态良好，定牢记使命，圆满完成此次维和任务。为了稳身应对当前的复杂形势，我们严格落实3级防护，利用实战背景下锤炼实战能力，升级改造营区的全方位防卫工事，优化调整安全防护警戒部署，全员更换防护装具器材，增设了遥控报警等补充报警方式。此外，着眼于长期依托地下掩体开展工作和生活的实际，我们在防空掩体内增设了战备食品、医疗器材、通信设备、日常用品等6类1000余件防护保障物资，持续优化改进掩体的生活条件，在掩体出口增设了铁网，预防无人机攻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离部队人员及其驻地绝不能成为攻击目标。对维和人员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此举可能构成战争罪。参与向联离部队派遣维和人员的40个国家12号也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昨晚竟然通过视频公开喊话联合国秘书长，要求联合国维和部队撤出离以南部地区。此前，以军曾多次袭击驻离维和部队，那以色列为何这么狂？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明确表示，联离部队人员及其驻地绝不能成为攻击的目标。对维和人员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此举可能会构成战争罪。当然呢，联合国秘书长的态度并不能够改变以色列进攻黎巴嫩的决心。内塔尼亚胡政府越来越显示出绝对战争的态度，对战争升级的约束机制似乎正在失效。美国政府不断强调要缓和形势，推动停火，但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在大选正酣之际呢，几乎是聊胜于无。保卫以色列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持续不断地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弹药，这无异于是鼓励和刺激以色列扩大战场。以军在黎巴嫩的作战行动不断扩大，加沙战事还没有结束，以色列的主攻方向转向了黎巴嫩，其目标呢与加沙地带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使黎巴嫩真主党无力抵抗，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当然，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去年哈马斯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打破了以色列的安全感，内塔尼亚胡维持国内政治地位的需要，美国拜登政府的软弱，以及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给以色列的冲击等等，使得以色列对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朝着绝对战争的方向演变，也就是最大程度的使用暴力和力量，迫使敌人服从于自己的政治意志。战争越来越偏离政治和战略的约束，以色列不仅消除自己面临的现实威胁，也要以武力重塑
以色列的周边安全环境，甚至是重构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然而，战争是一条变色龙，除了原始的暴力冲动之外，还有偶然性，这其中包括美国的大选以及战场的偶然性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呢，战争终归要服务和服从于政治目标。以色列的安全不能完全依靠暴力来实现，而重构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也非以色列单方面能够做到。在1年多的时间里面，以色列展示了其强大的军事能力以及先进的技术水平，已然重建了以色列的军事威慑能力。现在到了让政治解决方案重回桌面的时候了。美国确认要在以色列部署萨德系统，提升以色列的反导能力。那么，这对当下一触即发的中东局势意味着什么？美国在以色列首次部署萨德系统，主要是为了加强以色列的防空能力，尤其是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现在中东地区的焦点不是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而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在过去1年中，伊朗越来越被推上了台前。本月初，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较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已经将反击和报复伊朗提上了日程。至于以何种方式和规模进行报复，现在还是没有落地的靴子。围绕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各方的外交活动也多了起来。伊朗并不愿意与以色列正面对撞，有学者就将伊朗过去几十年的战略归纳为战略耐心，也就是一种间接对抗，通过培植抵抗力量，比如说哈马斯真主党等。尤其是真主党呢，不仅在黎巴嫩有影响力，而且呢也是对抗以色列的重要力量。这种间接的对抗可以持续的去消耗以色列。看起来呢，这种战略是成功的，尤其是以色列越来越具有技术和实力优势的情况下，间接对抗和消耗也算是弱者的武器。这种间接对抗的格局，在去年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就被打破了。以色列以绝对战争的战略来抵消和打破间接对抗，一方面对哈马斯真主党发动地面战，另外一方面呢，对伊朗的海外分支，包括圣城旅的指挥官进行精准打击。对伊朗的战略信誉构成了不小的冲击，而伊朗呢也做出了报复和反击，这样就进入了与以色列不断的战争升级的螺旋之中。以色列的目标或许就是让伊朗卷入进来，打击伊朗的军事目标，甚至是核设施，一劳永逸地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另外，一旦伊朗卷入其中，美国就不得不下场去支持以色列，从而牢牢地将美国拴住。美国部署萨德，提升以色列防空能力的同时呢，也会纵容甚至是刺激以色列去升级战争。